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，你已经昏迷3天了。脑子里涌入一堆不属于我的记忆，好家伙，穿越了，穿进了我昨晚熬夜看的那个狗血修仙文里。原身是灵根希腊的废柴小姐，家族为了攀附仙界第一大宗，把她送去给那位高岭之花清虚真君当侍奉弟子。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个端茶倒水的。原身不甘心，试图给真君下魔法小辣椒，以求生米煮成熟饭，结果被反噬，嗝屁了。而我刚好接盘了这个烂摊子，瓶身上写着4个大字：快乐倒计时。原身，你是认真的吗？给高岭之花下药，还贴标签？这辈子我只想当个混吃等死的咸鱼，什么真君，什么修仙，关我屁事。小姐，真君大人传话了，让你醒了之后立刻去清心殿侍奉。我刚醒，连口粥都没喝上，就要去当牛做马？行，我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位传说中的高岭之花到底有多难搞。我端着茶盘走进去的时候，脚下一滑，不是因为我摔了，是因为我看到那位真君大人的脸。好家伙，书里写他姿容绝世，清冷如霜，我还以为是夸张修辞，现在亲眼看见，我才发现作者不仅没夸张，还写保守了。这脸，这腰，这气质，要不是我知道他后期会把我扔进雷劫里当吊雷伞，我差点就信了这是个良配。愣着做什么？清冷的嗓音从头顶传来，我抬头对上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。他穿着一身月白色长袍，端坐在蒲团上，手里捏着一卷竹简，整个人像一座精雕细琢的冰雕。真君请用茶。按照原书剧情，他有严重洁癖，这一下足够让他大怒，把我轰出去打入冷宫，完美。然而他低头看了一眼袖口，又抬头看我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没有嫌弃，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邃。你醒了？是。3天前你给本君下药的事，本君还没跟你算账。完了，忘了这茬。本君考虑了一下，那双清冷的眼睛锁住我。既然你这么想得到本君，那就给你个机会。从今日起，你搬来清心殿住，本君倒要看看你还能整出什么花样。等等，这剧本不对吧？我明明是想搞砸，怎么变成同居邀请了？而且他那是什么眼神？那种我知道你很痴迷我勉为其难成全你的自我攻略眼神。就在我准备开口解释我真不是那个意思的时候，真君，掌门请您去议事，说是关于您3年前失踪的那位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别多想，那只是政治婚姻。留下我一个人在清心殿里，风中凌乱。原书里，男主那个失踪3年的未婚妻，最后揭晓身份时，好像就是个从凡间来的废柴。而且，他失踪的时间，恰好就是原身被送进宗门的那一天。不会吧？温馨提醒：本品仅适用于已定亲的夫妻。我的笑容彻底凝固在脸上，手里这瓶快乐倒计时，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烫手山芋。万一只是巧合呢？我穿越过来，正好就是男主失踪3年的未婚妻，那可是高岭之花清虚真君的未婚妻，据说出身神秘，灵根天赋异禀。而我呢，废柴一根，灵根杂的能当调色盘用。
怎么想都对不上。对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决定先回原来住的小破屋收拾行李。不对，收拾什么行李？我还没答应搬来清心殿住呢。住在高岭之花眼皮底下，那是铁板烧，我得赶紧跑。你就是新来的侍奉弟子，真君方才传音给我，让你去藏经阁取太上感应篇。他刚走的时候没说。唉，真君行事，我等揣摩不透。你快去吧，藏经阁的守阁老人脾气古怪，去晚了又要挨骂。我认命的叹了口气。行吧，跑路之前先把这趟苦力干了。一路上经过演武场和丹房，正盘算着怎么跟真君摊牌说我不想干了，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哭声。啊！你就是那个给真君下药的侍奉弟子？这消息传的比微博热搜还快，是又怎样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是真君的表妹，我从小就喜欢她，你凭什么给她下药？哦，原书里的工具人女配，专门用来给女主添阻的那种。我懒得跟她演戏，请便。你喜欢他，你去追啊，我又没拦着你。我什么我？我给你支个招，你去跟真君说，你也想搬去清心殿住。他要是答应了，我立马打包走人，绝不纠缠。啊！你说真的？比真经还真，我发誓。好，我这就去找表哥，你等着。轻松解决一个麻烦，按照这个节奏，我很快就能被赶出宗门，去凡间过上咸鱼生活，完美。藏经阁到了，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，守阁老人看起来像睡着了。找了半天，在最高的架子上，一本书从架子上掉下来，砸在我脑袋上。封面上写着4个字：婚约名录。第一页就是清虚真君，旁边写着未婚妻苏婉棠3年前失踪。我的手指开始发抖，因为我穿越过来的这个原身名字就叫苏婉棠。原身一直以为自己是丫鬟，从不知道什么婚约，所以我不是什么废柴丫鬟，我是男主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如果我是未婚妻，给未婚夫下药，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好像也不算过分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吓得一个机灵，手里的册子啪的掉在地上。回头一看，清虚真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只有一瞬。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是本君的未婚妻。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吃了吗一样随意，但我注意到他耳尖又红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从一开始就知道。3年前你失踪，本君找了你很久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，还给本君下药。我不知道你是真君，我不知道是本君的未婚妻，所以想用药。那你原本打算要谁？总不能说我本来想要一个高岭之花，然后跑路吧？既然你已经是本君的人了，那就好好履行。
未婚妻的职责。什么职责？比如给本君泡一辈子茶。分明是在撩我吧？我可是要当咸鱼的人，不能被美色所惑。但话说回来，给高岭之花当未婚妻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等等，那个粉衣表妹呢？她不是说去找表哥吗？该不会……表哥，凭什么把我赶出来？我不服！你会受惩罚！是你对不对？你给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只是让你去追他，又没让你去送人头。苏万堂，我跟你没完！注：若未婚妻再次失踪，婚约自动转移至表妹林婉儿。所以他刚才那句"好好履行未婚妻的职责"，翻译过来就是：你敢跑，我就娶你表妹。好家伙，这位高岭之花，您这不是清冷，您是腹黑啊！我以为搬去清心殿住只是一句客套话，没想到他是认真的。苏姑娘，就这些？穷，不行吗？清心殿比我想象的还大，不，准确的说，这哪是殿，这分明是一个小型景区。我就住在阁楼的1层，真君住3层，中间隔了1层，据说是藏书阁。我严重怀疑他是故意的，住这么近，我连打个喷嚏他都能听见。第1步躺平，第2步混吃，第3步等死，完美。然而这个计划只维持了不到半个时辰。咚咚，有人在敲我的门。苏姑娘，真君吩咐的您的安神汤。我没说要喝安神汤啊。真君说您昏迷3天，元气大伤，需要调养。我不。真君还说，如果您不喝，他就亲自来喂。亲自来喂，我怕他喂的是砒霜。苏姑娘，真君吩咐的，您明天要穿的衣裳。我接过衣服，展开一看，是一件鹅黄色的裙衫，料子摸起来滑溜溜的，上面还绣着精致的兰花。这比我原来那3件破衣服好了不止1个档次。真君说，您现在是他的未婚妻，穿得太寒酸，丢的是他的人。行吧，白嫖1套衣服，不亏。侍女刚走，门又被敲响了。这次我有点烦躁了，但很快我就清醒了。真君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本君睡不着，所以你来给本君念书。他侧身让我看他屋里那堆得像山一样的竹简。念完这些，本君就能睡着了。我给你念书？你是本君的未婚妻，这是你的职责之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能打人。真君，
职责里没有这一条。现在有了。他说完，转身走回屋里，在榻上坐下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。过来。大哥，你睡不着关我什么事？我是未婚妻，不是安眠药，出来！而且你那个拍身边位置的动作，怎么那么像在召唤一条狗？但我还是走过去了，没办法，谁让我现在是寄人篱下呢？我拿起一卷竹简，展开，开始念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换一本，这本太无聊了。我换了一本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换。我再换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换。你到底要听什么？念你喜欢的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喜欢的画本子，你也听？我狐疑地看着他，怀疑他在挖坑，但我还是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本我偷偷藏的《仙侠风流记》，这可是凡间的畅销读物，内容嘛，大概就是修仙版的霸道总裁文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念。他一把将小师妹抵在墙上，声音低沉而磁性。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？停！怎么了？这个男主角说话怎么如此轻浮？我差点笑出声。唉，真君，这叫霸道，不叫轻浮。霸道，就像本君今日对你那般。我脑子一转，想起他今天在藏心阁的那个壁奔，脸瞬间红了。那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那叫威胁，人家这叫撩。那你觉得本君应该怎么撩？等等，这位高岭之花，您这是在虚心请教吗？我看着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试图判断他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但他的眼神很认真，认真到让我觉得他下一秒就会掏出一个小本本记笔记。真君，您不需要学这些。为何？因为您这张脸往那儿一站就够撩了。啊！我说完就后悔了，这不等于是夸他帅吗？果然，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虽然只有一瞬，但我看得很清楚。原来你喜欢本君的脸。我没有。方才你自己说的。我那是在陈述事实。事实就是你被本君的脸撩到了。我气得想把竹简砸他脸上，这人怎么自恋起来一点都不高冷了？继续念。小师妹红着脸低声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这……”念着念着，我听到身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转头一看，他睡着了。月光照在他脸上，睫毛微微颤动，嘴唇微微抿着，像一只安静的猫。我不得不承认，睡着了的他比醒着的时候好看100倍。醒着的时候就是个腹黑怪。我悄悄把竹简放下，轻手轻脚地站起来，准备溜走。刚迈出一步，手腕被人抓住了。我低头一看，他眼睛都没睁开，手却死死地攥着我的手腕。别走，继续念。我试着掰开他的手指，掰不动。这人是铁做的吗？我无奈地坐回去，继续念。念着念着，我自己也开始犯困了。最后一页竹简从手里滑落，我头一歪，靠在旁边的软枕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感觉有人把我抱了起来。那人的怀抱很暖，带着一股淡淡的松母香。我迷迷糊糊的想睁开眼，但眼皮太沉了，睡得跟猪一样。然后我被轻轻放在了柔软的床上。未婚妻，晚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尖叫声吵醒的。睁开眼，我看到那个粉衣侍女站在门口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然后她转头看向我身边。等等，我身边。我缓缓转头，
清虚真君躺在我旁边，一只手还搭在我腰上，睡得很沉。他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扯开了领口，露出精致的锁骨。而我的睡姿，我低头一看，我的腿正架在他腿上，一只手还抓着他的衣领，像只八爪鱼。我石化在原地。不好了！这下全宗门都要知道。侍女那一声尖叫，穿透力堪比防空警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走廊里已经传来砸躺的脚步声。什么？真君被睡了？真的假的？哪个勇士干的？还能有谁？就那个下药的侍奉弟子。我僵硬的转头，看向身边还在睡的男人，他睫毛颤了颤，似乎被吵到了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然后他做一个让我想原地去世的动作。别吵。他把我往怀里又搂了搂，声音低沉沙哑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表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真君，醒醒，出大事了！他终于睁开眼，那双冷清的眸子对上我的眼睛，愣了一瞬，然后他低头看了看我们俩的姿势。我等着他惊慌失措把我推开，然后冷酷地说滚出去。这是正常高岭之花的剧本。哦，你就一个哦？外面都快变成新闻发布会现场了，你跟我说哦？我一把推开他，连滚带爬的从床翻下来，腿是软的，差点摔个狗啃泥。我踉跄着冲到门口，打开一条门缝。走廊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人，有侍从、侍女、扫地大爷，甚至还有一只仙鳄伸长了脖子往里瞅。所有人看到我，齐刷刷的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衣衫不整，头发乱成鸡窝，脸上还带着枕头压出的印子。这副模样，说什么都没人信了。那个，我可以解释。你把表哥怎么了？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只是睡了一觉。全场死寂。我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们只是躺在一张床上，什么都没做。孤男寡女躺在一张床上，你说什么都没做？我作证，真君的腰带还是昨天那条，没解开过。大哥，你这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你毁了我表哥的清白！到底是谁毁了谁清白啊？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被人搂着睡了一宿，我还亏了呢。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所有人瞬间安静。清虚真君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了，站在我身后。他已经整理好了衣袍，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高冷模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脖子上多了一个红印子。我昨晚睡觉不老实，该不会是我抓的吧？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脖子上，空气凝固了3秒。看什么看？本君的未婚妻睡在本君床上，有什么问题？全场再次死寂。粉衣表妹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未婚妻3年前定下的，苏婉堂，洛城苏氏女。我僵硬地站在原地，感觉肩上的手像一块烙铁。所以，谁有意见？走廊里瞬间作鸟散。我不信，你骗人！扫地大爷跑得比年轻人还快，仙鹤也缩回了脖子，假装没看见。走廊里只剩下我和他，还有他那只还搭在我肩上的手，可以松开了吗？下次睡觉老实点。你昨晚踢了本君3脚，还抢走了被子，这是你抓的。我的脸烧得能煎鸡蛋。去洗漱，一会儿陪本君用早膳。这人怎么做到一边高冷一边记仇的？还有，他刚才在众人面前公开我是未婚妻，绝对是故意的。这下全宗门都知道我睡了他，我想跑都跑不掉了。苏姑娘，有人让我转交给您的。我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今晚子时，后山桃林见，不来，我就叫把你在凡间密告诉真君。林婉儿，那个粉衣表妹，我在凡间有什么秘密？我翻遍原身的记忆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：原身在3年前被送进宗门之前，在凡间欠了一屁股赌债。完了，这要是被高岭之花知道他的未婚妻是个赌鬼，这婚约怕是当场作废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赴约。不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吗？我还搞不定她。晚上子时，我摸黑溜出清心殿，往后山桃林走去。林婉儿，没人应。林婉儿，你再不出来，我走了啊！急什么？声音从头顶传来，我抬头一看，林婉儿坐在一棵桃树的枝丫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瓜子。你还真敢来啊，苏婉堂！你能不能下来说话？不能。喂，这样看着你跪着求我，比较有成就感。谁要跪着求你了？你欠我3000两，你确定不求我？我愣了一下，等等，债主是他，原身欠的是林婉儿的钱。我翻遍原身记忆，终于找到了这段。想起来了，3000两，连本带利，现在应该还5000两了。你不是说3000两吗？利滚利，不懂？我嘴角抽搐，这位表妹不去放高利贷可惜了。我没钱。没钱也行。你离开表哥，这笔账一笔勾销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眼睛一亮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跑路机会吗？成交！林婉儿愣住了，她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。你不考虑一下？考虑什么？5000两我下辈子都还不起，跑路多简单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你还想请我吃夜宵？你是不是在耍我？你根本不想走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想骗我。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要是真走了，表哥会伤心的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你到底是想让我走，还是不想让我走？我不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小姑娘，你到底是情敌还是闺蜜啊？那我来帮你决定，我走，今晚就走。你欠条给我，咱们两清。你真的要走？真的。那你走了之后，表哥怎么办？他爱怎么办怎么办，关我什么事？林婉儿愣住了，她盯着我看了3秒钟。你是不是根本不喜欢我表哥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。说不喜欢吧，他那张脸确实长在我的审美上；说喜欢吧，我跟他才认识2天。这不重要。很重要！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我就不赶你走了。你到底哪边的？我只是气不过，我从小就喜欢表哥，他连正眼都不看我，可你一出现，他没说完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看着他的眼泪，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。这姑娘就是个嘴硬心软的小屁孩。别哭了，你表哥那个人高冷腹黑，脾气古怪，洁癖严重，睡觉还抢被子。你确定你喜欢他？你怎么知道他抢被子？因为我昨晚跟他睡的。完了，林婉儿哭得更凶了，我该说实话的。苏婉堂，你半夜跑出来，就是为了欺负本君的表妹？我僵住了，缓缓转头。月光下，清虚真君穿着一身白色寝衣，披着一件外袍，站在桃林入口。他的头发散着，显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，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生气还是无奈。我没有欺负他，表哥，他要跑路，他说要离开你。我？大姐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清虚真君低头看着林婉儿，又抬头看我，那双清冷的眼睛里写满了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那个真君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半夜跟本君的表妹私会。什么叫私会？我们是正经谈话。谈什么？
弹，我卡住了，总不能说弹怎么跑路吧？表哥，他说你不配他喜欢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说了，你说表哥高冷腹黑，脾气古怪，洁癖严重，睡觉抢被子，这不是不配是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好家伙，这丫头是来报仇的吧？清虚真君看着我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那个笑容让我后背发凉。原来你私下是这么评价本君的？不是，我只是高冷、腹黑、脾气古怪、洁癖严重，睡觉抢被子。他一字一句的重复，每说一个词，我的头就低一寸。总结得很到位。他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跟本君回去。我愣在原地。从今天起，你睡本君屋里。什么？既然你觉得本君抢被子，那本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抢被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认真的，像是要跟我决斗。林婉儿在旁边看呆了，我也看呆了。这位高岭之花，您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构造？我被他一言不发地拽回了清心殿。一路上，他走得很快，我几乎是小跑着才能跟上。到了门口，他推开门，把我丢了进去。上床睡觉。我站在床边，不知所措。他已经躺下了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就像昨晚一样。过来。我真的……要么自己过来，要么本君抱你过来。我认命地爬上了床，刚躺下，他就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整个卷走了。我刚想骂人，他突然又把被子分了一半过来，盖在我身上，然后他的手绕过我的腰，把我整个人圈进了怀里。别乱动，本君今天不想被踢三脚。我的脸贴着他的胸口，能听到他的心跳，咚咚咚，很快，跟他的表情一点都不一样。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他是什么时候发现我去了桃林的？该不会他一直都在跟踪我吧？我抬头想问他，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，呼吸均匀，但他的手还搂得紧紧的。高岭之花，高岭戏精还差不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热醒的，不是那种被子盖太厚的热，是那种被人当暖炉抱了一整晚的热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整个人被圈在清虚真君怀里，脸埋在他胸口，手还搭在他腰上，而他的手正放在我的后脑勺上，像撸猫一样，一下一下地抚着我的头发。我僵住了。醒了。我趁机滚到床的另一边，用被子把自己裹成蚕蛹。你摸我头干嘛？你头发蹭到我鼻子，痒。那你可以把我推开啊！推了，你又滚回来了。好吧，我睡觉不老实这件事，我认了。赶紧起来，今天有早课，你得跟本君一起去。早课？我又不是弟子，我上什么早课？你是本君的未婚妻，代表本君的脸面，你不去，别人还以为本君连未婚妻都管不好。大哥，你的人设是高岭之花，不是封建家长，但我还是乖乖爬起来洗漱了，毕竟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总得给点面子。到了演武场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全宗门的目光，几百个弟子齐刷刷地看着我，还有一只仙鳄歪着脑袋，似乎在辨认我是不是昨晚那个衣衫不整的女人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过来。我小跑过去，挨着他坐下。就是她，真君的未婚妻，听说是个废柴，连根杂都能调色，还听说给真尊下过药。嘘，小声点，真尊听到了。我假装没听到，腰板挺得笔直。清虚真尊侧头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那表情分明是在说你也有今天。早课的内容是打坐修炼，我假装在调息，实际上脑子里在盘算中午吃什么。突然身边传来一阵轻微的鼾声，我睁开一只眼，发现清虚真尊闭着眼睛呼吸均匀，他睡着了，在几百个弟子面前。我伸手戳了戳他的胳膊，
没反应。我又戳了戳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握在掌心里继续睡。我试图抽出来，抽不动。这人的手是铁钳吗？快看，真君牵他的手了，好甜！哼，甜什么甜？那是真君睡着了抓的，你看他眼睛都闭着。睡着了，下意识牵住未婚妻的手，这不是更甜吗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跟着他走出演武场，迎面撞上了掌门，是个白胡子老头，笑眯眯的。清虚啊，听说你找到未婚妻了？不错不错，是个有福气的姑娘。多谢掌门。那婚事打算什么时候办啊？办婚事，我才穿越过来3天啊！不急，本君还要考察考察。考察？你考察什么？考察我睡觉踢不踢人？行行行，你们年轻人慢慢处。不过清虚啊，我可提醒你，你未婚妻在凡间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干净，别到时候闹出笑话。我心里咯噔的事情，该不会是赌债吧？本君知道。他知道。我猛地转头看向他，掌门走后，我一把拉住他的袖子。你知道什么？本君什么都知道。比如你3年前在凡间赌场输光了家产，比如你欠婉儿3000两白银，哼，比如你昨晚跟他约在后山想跑路。等等，昨晚的事你也知道？本君不是说过吗？什么都知道。那你昨晚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本君想看看你会不会真的跑。我的耳朵瞬间烧了起来。如果我跑了呢？那就不提了，抱着。说完，他伸手牵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继续往前走。我低头看着我们交牵的手，心跳快得像擂鼓。真君撒糖了！崩他什么呀？他本来就是个戏精。结果第2天，林婉儿就出现在了我门口，不是来找茬的，是来送早膳的。表嫂，早膳。你叫我什么？表嫂，表哥让我这么叫的。行吧，那你先进来，给我铺床。你还真敢使唤我？表哥说的，贴身侍女。林婉儿气得跺了跺脚，但还是走进来，开始叠被子。苏婉棠，你到底给我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什么都没灌。不可能，我认识他20年，从来没见他对谁这么上心过。过来。我走过去，看了一眼地图，上面标注的是凡间的城镇，这是干什么？带你回凡间，处理你剩下的烂摊子。剩下的？赌债不是已经还了吗？赌债还了，但你还在凡间欠了别的东西。我翻遍原神记忆，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。别猜了，自己看。我翻开册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原身在凡间的光辉事迹。第1条，欠赌房3000两；第2条，砸了豆腐摊；第3条，猪肉偷了猪肉。我一条一条往下看，额头上的汗来越多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我差点没站稳。第23条，放火烧了刘员外的柴房，欠赔偿金200两。我合上册子，深吸一口气，这些都是我干的，都是你干的。你现在知道本君为什么要带你回凡间了吧？去赔钱，顺便见见你爹娘。我愣住了，爹娘，原身的爹娘。你爹娘还不知道你订婚的事，按照礼数，本君应该亲自上门提亲。提亲？我一个穿越过来的，要见原身的爹娘，还要被提亲？你不懂，这也太快了吧！这叫缘分。能不能不去？林婉儿翻了个白眼，继续叠被子。早膳后，为什么？清虚真君派人传话，因为让我去书房找他。送了拜帖。我到了书房，3天后，发现他正坐在案前，而且面前摆着一张地图。你爹娘已经回信了，说非常想见女婿。我捂住了脸，完了，这是要把我赶鸭子上架。对了，这次回凡间，婉儿也去。他去干什么？他说要看着你，免得你又搞出什么乱子。我看了一眼门口站着的林婉婉，她一脸等着看好戏的表情。另外，本君还带了一样东西。他伸手从袖子里掏出一个锦囊，打开，里面是一颗圆润的珠子。这是什么？带这个干什么？留影珠，记录你跟你爹娘团聚的场景。以后想家了，可以拿出来看看。
我接过珠子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这个男人表面上冷冷淡淡，背地里把什么都安排好了。他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事？别这么看着本君，本君只是不想丢脸。丢什么脸？本君的未婚妻在凡间欠了一屁股债，说出去不好听。我差点笑出来。高岭之花，你的傲娇属性暴露了。行吧，3天后回凡间。不是3天后，是明天。明天？对，早点处理完，早点回来。回来干嘛？回来成亲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依旧高冷，但耳尖又红了。表哥，你不是说不急吗？清虚真君没理他，只是看着我等我的回答。我想说谁要跟你成亲，但嘴巴比脑子快，那得先问问我爹同不同意。本君亲自去说，他会同意的。我看着他胸有成枝的样子，突然有点担心。不是担心他搞不定我爹，是担心我爹被他这张脸忽悠的当场把女儿卖了。毕竟我自己都快被忽悠瘸了。出发这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被林婉儿从被窝里拽了出来。表嫂，起来啦！你什么毛病？天都没亮。表哥说了，今日要赶路，辰时之前必须出山门。啊！让我再睡1刻钟。不行。冰凉的触感让我瞬间清醒。林婉儿，你是不是公报私仇？表嫂说笑啦，我只是尽职尽责。收拾完出门，清虚真君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他今天穿了一身月白色的便服，看起来不像个真君，倒像个下凡历劫的贵公子。身边还站着2个侍从，牵着3匹灵驹。就3匹马，凭什么我跟你1匹？你会骑马吗？不会。那就对了。上来。我犹豫了0点几秒，还是卧了上去。啊！他轻轻一拽，我就稳稳落在了他身前。我的后背贴着他的胸膛，能感觉到他说话时的震动。坐稳了。灵君四蹄腾空，风从耳边呼啸而过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开始还觉得尴尬，后来困意上头，就直接睡了过去。我的肚子很不争气的叫了一声。饿了。啊！唰的一下泛红，有一点。这是桂花糕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在醒来时已经到了凡间，空气里飘着包子香味。出山门之前让厨房备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饿？你每天早上都饿，跟个饭桶一样。你说谁饭桶？谁硬说谁。表嫂，表哥说的对，你今天早上。你闭嘴！我气得想转身掐他，但马背太窄，我不敢乱动。日落之前，我们到了洛城，城门口等着一男一女。原身的记忆告诉我，这是我爹苏员外和我娘苏夫人。桃儿，我的桃儿啊！娘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瘦了，是不是在山上吃？我看了一眼自己圆润的脸，决定不拆穿。这位就是真君大人吧？久仰久仰。岳父大人不必客气，叫我清虚就好。岳父大人，这才第1次见面就叫岳父。好，好，好，贤婿，快请进。贤婿，我还没同意呢。你这一走就是3年，连封信都不写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听说你在山上闯祸了，给真君下药。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真君信里写的。我猛地转头看向清虚真君，他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你写信就写信，写这些干什么？我社死在凡间了。进了苏府，酒席摆了一桌。贤婿啊，
我家堂儿从小被我惯坏了，做事没分寸，你多担待。岳父客气了，晚堂很好。晚堂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叫我名字了？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。贤婿，我家堂儿还有个毛病，就是好赌，你可得管着他，别让他再去赌坊了。爹，岳父放心，本君已经替他还清了赌债。真的？那太感谢贤婿了，那笔债我筹了3年。另外，本君还整理了一份晚堂在凡间欠下的其他债务清单，明日会一一登门还清。我爹翻开一看，脸色越来越精彩。王府的猪肉，茶馆的霸王餐，张大娘的老母鸡，刘员外的柴房。唉，贤婿，这个女儿我送你了，我要退回来。爹，你爹喝多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岳父放心，本君绝不退货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这一老一少2个男人相谈甚欢，感觉自己像个被摆在货架上待售的商品。表嫂，看来你爹很满意表哥啊！闭嘴！而且表哥说了，绝不退货。你再说，我就把你送回凡间。我现在就在凡间啊！我无话可说。酒席散了之后，苏夫人安排清虚真君住在东厢房。我住回原来的闺房。我刚躺下，就听到窗户被敲了3下。打开窗，清虚真君站在外面，月光洒在他身上。你干嘛？这是我家。本君知道，睡不着。又睡不着。念书。今晚念这本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本《仙侠风流记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屋里顺走的。你自己不会念吗？你念的本君才听得下去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穿衣服。不用出来，本君进去。说着，他直接翻窗进来了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看就没少翻。过来。念。这位高岭之花到底翻过多少次窗户？我认命的爬上床，拿起书开始念。他一把将小师妹搂进怀里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等等，又怎么了？这一段，本君觉得可以实践一下。”实践？下一秒，我被他搂进了怀里。继续念。我脸红的能煎鸡蛋，心跳快的像是要炸开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，本君在实践。表哥，我能进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未婚夫。林婉儿沉默了，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不就是我白天在马配上说的话吗？这人学得倒快。我靠在他怀里继续念书，念着念着又困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先去陪王寡妇的豆腐摊。”王寡妇是谁？被你砸了摊子的那个。哦，他豆腐好吃吗？你砸的就是豆腐。那陪他双倍。睡吧，明天还要还债。我意识模糊前最后一个念头是，高岭之花陪我还债，这画面怎么想怎么离谱。更离谱的是，我好像还挺期待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公鸡叫醒的，不是比喻，是真有只公鸡站在我窗台上打鸣。我推开窗，那只公鸡歪着南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咕咕咕的跑了。堂儿，真君已经在院子里等你了。他起这么早干嘛？说是要趁早事人少，先去陪王寡妇的豆腐摊儿。我洗漱完走到院子，清虚真君正站在桂花树下。他今天换了一身靛蓝色的长袍，腰间系着白玉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钱袋子，鼓鼓囊囊的，看着就沉。林婉儿站在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本册子，就是昨天那本欠债清单。表嫂，今日行程：王寡妇豆腐摊、李屠户肉铺、福来茶馆、张大娘鸡窝、刘员外柴房。先陪哪家？按距离远近，
王寡妇最近出府门左拐2条街。他说的这么清楚，该不会昨晚偷偷踩过点儿吧？洛城的早市很热闹，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早点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苏员外家的闺女吗？旁边那个男的是谁？长得跟画里走出来似的。王寡妇的豆腐摊在街角，一个很小的铺面，摊位前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王氏豆腐，童叟无欺”。一个穿着素色衣裳的中年妇女正在往木板上摆豆腐。苏婉堂，王婶儿好。你还敢来？3年前你砸了我的摊子跑了，我养了半年才把伤养好。扫帚举得老高，我下意识往清虚真君身后躲。他面不改色地挡在我面前，朝王寡妇拱了拱手。这位婶子，本君是婉堂的未婚夫，今日特地带她来赔罪赔钱。王寡妇举着扫帚的手僵在半空，上下打量他。你谁？清虚。没听过。不重要。他从钱袋里掏出一锭银子，放在摊位上。这是50两，赔当年的损失。50两？我记得清单上写的是赔50两，但50两银子够买下整个豆腐摊了吧？王寡妇眼睛都直了，扫帚啪的掉在地上。她拿起银子咬了咬，确认是真的之后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狂喜。这也太多了。还有，这是另外50两，买你今天的豆腐。买这么多豆腐干嘛？吃。王寡妇笑得合不拢嘴，麻利的把摊位上的豆腐全包了起来，塞给林婉儿。表嫂，这豆腐够吃1个月了。没事儿，可以做成冻豆腐。你还懂冻豆腐？废话，我在凡间生活了18年，能不懂吗？他没再说什么，但嘴角弯了一下。出了豆腐摊，李屠户的肉铺就在隔壁街。李屠户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，正拿着砍刀剁肉。他看到我，砍刀往砧板上一插。苏婉堂，你还我猪肉！清虚真君照例挡在我前面。赔你的猪肉。李屠户接过银子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看了看银子，又看了看清虚真君。你就是那个仙门的真君？我听说你要娶苏婉堂，你确定？这丫头偷了我3斤五花肉，3斤1块钱都不给。我脸一红，我当时是忘了带钱，忘了3次。第1次偷猪肉，第2次偷猪蹄，第3次偷猪耳朵。林婉儿在旁边已经笑得直不起腰。清虚真君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写满了你到底还干了多少好事。都赔了，这是额外补偿。真尊大气，要不要来点新鲜的李姐送你的？不用。那这个拿回去给苏丫头炖汤喝。李屠户砍了一根大骨头，塞给林婉儿。林婉儿左手豆腐，右手骨头，活像个买菜的小媳妇。接下来是福来茶馆，茶馆老板是个精瘦的老头，戴着瓜皮帽，正拿着算盘噼噼啪啦的算账。他看到我，算盘珠子拨得更响。苏婉堂，3年前你在我这儿吃了15两银子的霸王舱，点了最贵的龙井，还要了一桌子点心，最后翻窗跑了。翻窗？对，翻窗，就从那儿跳下去的，把楼下卖烧饼的老刘头砸了个跟头。我捂住脸，元神，你到底有多离谱？清虚真君默默付了钱，又额外加了5两作为翻窗绕民费。老板这才消了气，还送了一包新茶。真君大人，这茶给您，以后别让苏丫头来了，我怕她把我的房顶掀了。从茶馆出来，林婉儿身上已经挂满了东西，豆腐、骨头、茶叶，还有清虚真君路上顺手买的几包点心。表哥，我拿不下了。拿不下就吃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桃花酥。他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张大娘的鸡窝在城北一条小巷子里。张大娘是个驼背的老太太，正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他脚边跑着几只老母鸡，咕咕咕的叫。张大娘，我是来陪您那只老母鸡的。你是苏家那丫头？是。你3年前弄丢了我的芦花鸡，那可是我的心头宝。它下的蛋最大最圆，炖的汤最香。赔您5两，购买10只芦花鸡了。张大娘接过银子，擦了擦眼泪，忽然拉住清虚真君的袖子。小伙子，你是他男人？清虚真君微微点头。那你可得把他看好了。这丫头还偷过隔壁赵大叔的枣，把赵大叔家的狗气得3天没吃饭。张大娘，这事就不用说了吧？区区真君面不改色，但我注意到他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，他在忍笑。最后一家是刘员外家的柴房，刘员外的府邸在城东，是洛城最气派的宅子之一。门口站着2个家丁，看到我们就进去通报了。不一会儿，刘员外亲自迎了出来。真君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。客气。苏姑娘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不就是烧了个柴房吗？小事小事。这是200两赔偿。刘员外接过银子，脸上的笑容更深了。真君大人，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听说真君大人精通医术，能不能给我看看病？我这腰疼了3年了，找了无数大夫都看不好。清虚真君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搭上他的脉搏。你这是肾虚，少吃补药，多睡觉。刘员外的脸瞬间涨红，我差点笑出声。堂堂刘员外当众被诊断肾虚。还有，你的柴房本君看了，是被雷劈的，不是你放的火。雷劈的？清单上写的是我放火烧的。你当时在柴房旁边放鞭炮，正好一个雷劈下来，柴房着了。但你跑得快，大家就以为是我放的火。这个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所以我背了3年的纵火犯罪名，其实是一场乌龙。本君就说你怎么可能放火？你信我？本君查过，那天的确有雷暴记录，而且你虽然贪吃贪玩，但不至于烧人家房子。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意，这个人连这种事都查过了。从刘员外府出来，天色已经暗了，一整天的还债之旅终于结束了。林婉儿瘫坐在苏府门口，身边堆满了各种东西。表哥，我腿断了。断了就休息。你就不能关心一下你表妹吗？不能。我走进院子，苏夫人已经准备好了晚饭。今天还债还得怎么样？都还清了，除了一个。除了哪个？赵大叔家的狗。狗怎么了？你偷枣的时候，把他气得3天没吃饭。赵大叔要求赔偿狗的精神损失费5两银子。全场安静了一瞬，然后林婉儿笑得把饭喷了出来，我爹笑得直拍桌子，苏夫人笑得直抹眼泪，只有清虚真君一脸平静地从袖子里掏出5两银子放在桌上。明天本君亲自去赔。我看着那锭银子，又看了看他，该说他死心眼儿呢，还是该说他宠我宠得没边了？明天我也去。不用，你休息，你今天累了1天了。我看着碗里的豆腐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。真君，你哪来那么多银子？他顿了一下。本君攒了3000年。3000年？我筷子差点掉了。3000年就攒了这么点儿，表哥你是不是不会理财？清虚真君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林婉儿立刻闭嘴。3000年积蓄，今天1天就花了大半，就为了帮我还债。就像他这个人，表面冷冰冰的，内里不知道有多柔软。真君，谢谢你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又夹了1块豆腐放到我碗里。贤婿啊，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。夜深了，我回到闺房，正准备吹灯，窗户又响了3下。我打开窗，清虚真君果然站在外面。今天也要念书？聊什么？聊聊你小时候。你爹说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偷隔壁赵大叔的枣。我爹怎么什么都跟你说？岳父很信任本君。我转过身，背对着他，
不想理他。还有呢？还偷过什么？不告诉你。本君明天去问你娘，或者问林婉儿，她好像知道很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严重侵犯。行行行，我说，我小时候还偷过祠堂的贡品，被我爹追着打了3条街。他低低的笑了一声，笑声闷在我肩窝里，痒痒的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他没再追问，只是收紧了手臂。窗外的月亮很圆，照在地上一片银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像也不错。有一个人愿意陪你还债，愿意听你讲小时候的糗事，在秋里偷偷帮你盖被子。虽然这个人腹黑毒舌自恋，脑回路清醒，但好像也挺好的。真君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他没回答，我等了好久，以为他睡着了。然后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大概是你第一次叫我大哥的时候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第一次叫他大哥，那不就是在藏经阁他逼懂我的时候吗？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了。这个男人到底自我攻倒了多少步啊？我转过身想再问他，发现他已经闭上眼睛，呼吸均匀，但嘴角还弯着，像是在做什么美梦。我看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心跳快得不行。算了，不问了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把脸埋进他胸口，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，我起得比鸡还早，不是因为我勤快，是因为那只站在我窗台上的公鸡又准时打鸣了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天都没亮喊什么喊？公鸡歪着脑袋还看我，然后咕了一声，跳下窗台跑了。我洗漱完走到院子，清熏真君已经在等我了。他今天穿了一身浅灰色的长袍，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小竹篮，篮子里装着一只烧鸡。这是什么？赔礼。赵大叔说他的狗被气得3天没吃饭，所以要给他补补。我看着那只油光发亮的烧鸡，咽了咽口水。这烧鸡看起来不错。不是给你吃的。我就看看。你的眼神不是看看，是想偷。他对我真是越来越了解了。赵大叔家在城北一条窄巷子里，院子不大，但种满了枣树。赵大叔正坐在院子里喝茶，身边蹲着一只大黄狗。啊！我下意识往清虚真君身后躲。别怕，它就是只狗。他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咬我。那是你欠他的。赵大叔，本君带碗汤来赔罪了。赵大叔是个干瘦的老头，头发发白，但眼睛很亮。他上下打量了清虚真君一番。苏丫头，3年不见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赵大叔，我错了。当年不该偷您的枣，早的事另说，你先跟我的旺财道个歉。旺财？这只狗叫旺财，我差点笑出来，但看到旺财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又把笑憋了回去。旺财，对不起，我当年不该偷枣，不该把你气得3天没吃翻墙。他做了让我目瞪口呆的动作，他抬起一只爪子，指了指地上的一个空碗。他说，当年的狗粮你得赔。狗粮？对，3天没吃饭，相当于3天的狗粮，1天1两银子，3天3两。一只狗1天的伙食费要1两银子。清虚真君没理我，直接掏出3两银子递给赵大叔，然后他打开竹篮，把烧鸡拿出来放在旺曹面前。旺曹低头闻了闻，然后抬头看我，那双狗眼里写满了就这。赵大叔，旺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饮食要求？旺财不吃烧鸡，他只吃新鲜的鸡腿肉，还得是去骨的。一只狗吃鸡腿肉还要去骨？对，他有洁癖。我看向清虚真君，希望他能说点什么。他面无表情地掏出5两银子放在桌上。这是买鸡腿的钱，明天本君让人送来。旺草这才满意的趴下来，尾巴摇了2下。我从赵大叔家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我欠了一只狗的精神损失费，还要包他的鸡腿。清虚真君淡定地走在前面，你不觉得离谱吗？不离谱，比你当年偷枣翻墙摔进猪圈更离谱的是，本君都听说过。谁跟你说我摔进猪圈了？你娘！我捂住脸，我娘到底跟他说了多少我的黑历史？小姐回来了。回到苏府，林婉儿正在院子里嗑瓜子。怎么样？那只狗好搞定吗？不好搞定，他讹了我3两银子加5个鸡腿。一只狗讹你，苏婉堂你也有今天。你笑什么笑？明天你去买鸡腿。凭什么我去？因为你是我侍女。表哥，他说我是他侍女。
本君说的，你忘了？林婉儿气得把瓜子壳扔了一地。唐儿、真君，明日你们就要回山门了。今晚你爹说要办个家宴，这么快就回去？你爹说了，再留下去，怕你把洛城的债主都得罪一遍。我无言以对。家宴很丰盛，我爹特意请了洛城最好的厨子。贤婿，我这个女儿从小到大就没让我省心过。3岁上房揭瓦，5岁下河摸鱼，7岁烧了厨房。爹，这些就不用说了吧？让他说。10岁的时候，他把先生的胡子给剪了，气得先生告到我这儿来。12岁的时候，他跟隔壁家小子打架，把人家的门牙打掉了。那小子先骂我的。15岁的时候，他偷偷跟着商队想去闯荡江湖，结果走了1天就迷路了，还是人家商队把他送回来的。清虚真君嘴角弯着，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分明在说：“你果然从小就不靠谱。”我气得低头扒饭，不想理他们。表嫂，你小时候比我还不靠谱。你闭嘴！苏夫人最后端上来一碗甜汤，笑着说：“堂儿从小就嘴甜，长大了也讨人喜欢。真君啊，你可要好好待她。”清虚真君放下酒杯，岳母放心，本君会的。真君，今天很开心。本君也是。他低头，在我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个吻。你干嘛？实践《仙侠风流记》第3章，桃花树下。这里又没有桃花树，有夕阳。表嫂，你的脸比猴屁股还红。闭嘴！豆腐汪汪叫了2声，像是在嘲笑我。我追上清虚真君，伸手拉住他的袖子，他没回头，但脚步慢了下来，让我能跟上。山风吹过，带着桂花的香味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样的日子，就算再过1000年，也不会腻。